这是一个像电影却真实发生的故事。他不是天才，也不是富二代，而是一个一再失败的老人。60岁，他穷到只能靠救济金活下去。但65岁，他拿着一口压力锅和一袋秘方，开始推销炸鸡。他被拒绝了1009次，可就在第1010次，他翻转了命运，从失败者到全球炸鸡帝国的创始人。这就是肯德基爷爷的人生传奇。第1章，65岁的奇迹序幕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，年过60，口袋里只有微薄的救济金，人生像是一场彻底失败的笑话。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做？认命？退休？在破败的小屋里等着生命慢慢熄灭？不，这个男人他偏偏不信命。他把一口就压力锅塞进破烂的福特车后座，拖着一袋神秘的香料配方，穿上那套唯一的白色西装，打上领结，满头白发整理得一丝不苟。然后他开始一场疯狂的赌注。他敲遍了全美的餐馆大门，1次、10次、100次，每一次都是冷眼、拒绝、嘲笑，但他没有停下，直到第1010次，有人终于说：“好吧，老头，你来炸给我看看。”那一刻，他的人生彻底翻盘。这个人就是哈兰·山德士，一个被命运碾压了一辈子，却在65岁点燃全世界味蕾的传奇老人。第2章，悲惨的童年。1890年，印第安纳州一个小村庄里，哈兰出生了。别以为这是什么幸福的起点，他的父亲在他5岁时突然病逝，家里一贫如洗。母亲为了养活3个孩子，白天在食品厂削土豆，晚上替人缝衣服，根本无暇照顾他们。于是小哈兰成了家里的男人。5岁的孩子个子还没炒锅高，却必须自己动手煮饭，还要喂饱弟弟妹妹。没人教，他就自己摸索。半年后，他能煮出10来道菜；1年后，居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厨神童。可是生活没有放过他。母亲再婚，继父粗暴暴躁，每当母亲外出工作，小哈兰就得承受拳打脚踢。这样的日子他硬是撑了2年。14岁那年，他再也受不了了，丢下课本，离开学校，只读到6年级。从此他踏上一条比地狱还坎坷的谋生之路。第3章，永远失败的年轻人。15岁，他在农场打杂，结果天天被骂没用。16岁，他谎报年龄参军，结果只服役几个月就被退回家。18岁，他娶了妻子，以为能有一点幸福，结果几个月后，老婆怀孕，他却丢了工作。更惨的是，当他在外奔波找工作时，妻子把家里所有财产卖光，一走了之。20岁，他开过铁匠铺，倒闭。24岁，他当过电工，开过渡轮，没一样成功。30岁，他当保险推销员，和老板吵翻，直接被赶走。31岁，他自学法律，还真成了律师，结果某天在法庭上，居然和当事人大打出手，律师生涯直接结束。35岁，他当轮胎推销员，却在一次意外里连人带车掉进河里，差点死掉。命运在跟他开什么残酷的玩笑？别人35岁正是事业黄金期，而他一无所有，遍体鳞伤。第4章，第一个希望。40岁那年，他搬到肯塔基州科尔宾，开了一间小加油站。这一次，他没有放弃厨艺的天赋。当顾客加油时，他会说：“要不要顺便吃顿饭？”他亲自下厨，炸鸡、火腿、牛排，一盘盘端上桌。没想到，大家对那份炸鸡赞不绝口，口碑迅速传开，餐馆越做越大。他甚至发明了用压力锅炸鸡的新方法，把原本要半小时的炸鸡缩短到几分钟，外皮酥脆，里面多汁，味道惊艳无比。1935年，他的名声已经传遍整个州。为了表彰他对饮食的贡献，肯塔基州州长正式授予他肯塔基上校的荣誉称号。从此，人们叫他桑德士上校。这是他人生第1次尝到成功的滋味。一个从小失败到大的男人，终于站了起来。第5章，残酷的命运。但命运就是这样残忍，当你刚刚尝到甜头，他往往会给你最狠的一击。1939年，
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美国开始石油配给，没有油，哪还有人来他的加油站？餐馆勉强支撑。但更可怕的事来了，州政府规划了一条高速公路，正好从他的餐馆中间穿过。他的餐馆一夜之间彻底报废，倾家荡产，血本无归。他从一位受人尊敬的上校，再次跌落谷底，成了穷困潦倒的老头。60岁的他，仅靠每月105美元的救济金过日子。这时候，旁人都说：“认命吧，你已经输了一辈子，老头。”你的人生结束了。可是他没有，正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，他想到了那份炸鸡秘方。第6章，疯狂的逆袭。1960年的美国，街头餐馆林立，谁会理一个满头白发的落魄老头？但这个老头却有一样东西能翻转世界，他那份神秘的11种香料秘方。65岁的桑德士上校带着一只压力锅、1袋香料配方，开着破旧的福特车，开始了史上最疯狂的推销。他的方式很简单，走进餐馆，自己下厨，端出一盘金黄酥脆的炸鸡，请老板吃。你照我的方法做，每卖一只鸡，只要给我5分钱。听起来合理吧？但现实是，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神经病。1次、10次、100次，他被拒绝的次数像无底洞一样增加，餐馆老板不耐烦地赶他走，有人甚至把他轰出门外。1000次、1009次，每一次都是狠狠的耳光，告诉他，老头，你不行了。可是他不信邪。第1010次，他端出的炸鸡终于让一位餐馆老板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上校，我试试看。就是这句话，点燃了全世界的炸鸡帝国。第7章。滚雪球的品牌爆炸。1952年，第一家肯德基加盟店在犹他州盐湖城开张。餐馆老板皮特·哈蒙灵机一动，把炸鸡装进一个纸桶里卖，这就是桶装炸鸡的诞生。顾客们疯狂了，一桶炸鸡成了家庭聚餐、公路旅行的最佳伙伴。从此，吃炸鸡不只是饱餐，而是一种享受，一种仪式。短短几年，全美加盟店像滚雪球一样增加，50家、100家、200家。到1960年代初，全美和加拿大已有数百家加盟店。KFC 的名字响彻大街小巷，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这个特别的老人。他总是穿着白色西装，戴着黑色蝴蝶领结，满脸白胡子，笑眯眯地端着一桶炸鸡。他不仅是一个创业家，更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品牌。电视节目、报纸专访，甚至脱口秀都争相邀请他出现。观众一看就记住了这张脸。从此，肯德基爷爷不只是个人，而是一个象征。第8章，200万美元的抉择。到1964年，肯德基已经拥有600多家加盟店。这时候，桑德士上校已经74岁，他知道自己没有精力继续管理这个疯狂扩张的帝国。一群投资人出现了，领头的是年仅29岁的律师约翰·布朗以及资本家杰克·马西。他们开出了惊人的价码，200万美元，这在当时足以让任何人心动。但对桑德士来说，这不只是钱，而是他一辈子的心血。他彻夜难眠，犹豫不决，最后他对自己说，我已经74岁了，该把事业交给年轻人了。他含泪签下合约，将肯德基出售，但有一个条件，我要继续当这个品牌的灵魂人物。于是他没有退休，反而以代言人的身份继续穿着白西装，满脸白胡子，笑着出现在广告和餐厅里。从此，肯德基爷爷这个形象深深烙印在全球消费者心中。第9章，老人的疯狂旅程。你以为他卖掉公司就会过着含饴弄孙的安稳生活？错，这位老人明明可以退休，却选择继续拼命。他每年飞行、旅行超过25万公里，走访世界各地的餐馆，推广肯德基。有时候，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亲自教加盟店的厨师如何炸鸡，怎么保持外酥内嫩的完美口感。他严格到什么程度？如果餐馆炸鸡不合格，他会当场翻脸，甚至骂人。但更多时候，他以一张慈祥的笑脸出现。小朋友见到他会惊呼：
这不是电视上的肯德基爷爷吗？他会弯下腰，摸摸孩子的头，把一块炸鸡递到他手里。对他来说，炸鸡不只是食物，而是一种信仰。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：人们因闲散而生锈的，比因劳累而死的还要多。这句话就是他的人生缩影。即使财富自由，他依然选择不停奔波，把余生献给一桶桶炸鸡。第10章，永恒的传奇。1980年12月16日，哈兰桑德士因白血病去世，享年90岁。他的葬礼上，无数人送来鲜花，更有人带着炸鸡桶放在他的墓前，因为对世界来说，他不只是个人，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。一个从小受尽苦难，被拒绝上千次，穷困潦倒到靠救济金生活的老人，却在65岁时翻身，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炸鸡快餐帝国。今天，全世界有超过2万多家肯德基餐厅，每一块炸鸡里都蕴含着那个满头白发老人不肯认命的灵魂。他的一生告诉我们，人生永远不嫌太晚，只要不放弃，哪怕1009次失败，第1010次也可能是成功的开始。